没想到吧，卡纳口竟然是克隆人，所有的卡纳口必须互相残杀，而活下来的那一个才有资格继承 K 的称号。当然是开玩笑的。不过第4集呢，我们将深挖卡纳口悲伤的过去。上一集结尾呢，卡纳口单人拆组的行为震惊了黑道，道上开始流传一个叫 K 的杀手，一个人拆了龙堂组，一群亚库沙都被吓尿了，就连警方也听说了这个传闻，不少混混更是直接听到 K 这个名字就会吓成残废。此时呢，这个冷血无情单人拆组的 K 正在小森林里面打开了美食节目，在幻化成风的音乐和翠绿色的色调中，老夫的心随着卡纳口的笑容一起融化了。哎呀，原来这不仅是个爽剧，还是个治愈剧啊！好久没有这么清新脱俗啦。但是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小啾让卡纳口出去避避风头，卡纳口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小啾说：“你拆了龙堂组，他们的上级帮会脸丢大了，发了江湖追杀令，要把你找出来。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去避一避，要不要回一下北三路的老家？”卡纳口想着，如果是放假的话，那肯定不去老家呀。结果小啾说：“大隐于市，小隐于野，不回老家的话，就去山里吧。我有个朋友在支床做野人，那里除了有熊，其他什么都没有，十分安全。支床位于北海道的最北面，去那里就相当于日本的发配宁古塔。”卡纳口一听要去那里，哎呀，那我还是回老家吧。小啾很满意，又问他：“你和亚麻都还有联系吗？”卡纳口触发了关键词，立刻脸红。俺の女に手出すな。そっちはもう連絡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在回家的高铁上，卡纳口又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立刻又娇羞了。なんで？すいません。原来senpai是小啾派来保护他的。小啾，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一个可是能隐身、能爆头、能瞬移，还能开无双的人，他会需要保镖吗？你这明明是相亲局吧？等一下，这里卡纳口是不是标错了？但是看到senpai呢，心中小鹿乱撞的卡纳口还是想问senpai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但是憋了半天，他还是不敢提问。结果senpai说了句：“警察をお前から切るための芝居だ。”あの時な。ね、あれ？わかってますよ、それくらい。もうやだな。ですよね。いい芝居でした。だいたい今時俺の女に手を出すななんて少女漫画でも言わないですもんね。もう古いを通り越して寒いっていうか。卡纳口这里经验还是不够老大，senpai明显这是口是心非啊，感觉senpai也很不满。哎，其实你们俩还是发直球吧，看得我们好心急啊。回到警局，失联的亚麻头还是放不下呀，红菜劝他可不能死缠烂打哦。亚麻头化悲愤为力量，投入到了工作里，两人又讨论起了 K。亚麻头结合上一次地铁变态被杀的案件，得出一个结论 ：K 会不会是一个女人？这时候，一个新的角色登场了，他竟然还监听了警局里刑事科的对话。这个黄毛变态听到了亚麻头的分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K， 我来找你喽！幻化成风继续，脸上的 K 卡好可爱，想投喂senpai的卡纳口也好可爱，面无表情发烂催着卡纳口回家的senpai也好可爱，天气好可爱，草地好可爱，总之这一切都很可爱。于是卡纳口回家躺平，这葛优躺，你和七萨多马修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接着卡纳口的卡桑登场了，天哪，卡纳口的卡桑竟然是木村多江。我说卡纳口为什么天赋异禀，原来是家学渊源啊！击败了多桑以后，母女俩开始吃饭，顺便聊些有的没的。卡桑呢开始日常催婚，卡纳口说马达马达达，说罢就开始反击，八卦起了卡桑的感情。卡桑说自己在 SNS 上认识了一个叫 Jeff 的老外，还拿出了 Jeff 的个人页面。卡纳口一看，这明显就是杀猪盘呀！但是陷入了恋爱中的卡桑根本不信，卡纳口只能去找senpai诉苦，给senpai带了卡桑亲手做的炸鸡，还约了明天早上一起晨练。结果第二天早上，通宵看柯南漫画的卡纳口根本没有早起，这是想成为名侦探找到杀猪盘的证据吗？接着卡桑下人诛心，埋怨起了卡纳口，说你回家这么久了，是时候该去上班了吧？来了，每个卡桑的传统技能啊！接着卡桑和卡纳口开始商量，我能不能用下你的房间呀？因为我要变成风了。卡纳口一头雾水，原来卡桑说的是藤井风，是我理解的那个藤井风吗？不管妈妈了，卡纳口带着炸鸡去给senpai道歉。话说senpai，你是睡在这个神社里了吗？睡了一会儿呢，两人开始散步，乡下的街景真是好看呀。他们俩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是大哥大的那条街，卡纳口给senpai介绍起了这里，有我小时候剪头发的店，有我小时候买柯南的书店。senpai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但说出了自己看的古早漫画。其实呀，卡纳口senpai不是对你的话没有反应，只是他就是这样的木头人，就像萨格拉索斯基一样。
你看他其实都有把你的话放在心里，这就开始读起了柯南的漫画。而Kanako呢去边上给senpai买饮料，路上呢他碰到了早已结婚生娃的老同学母胎 solo 的Kanako，面露尴尬。晚上呢两个人又在神社门口聊天，senpai负责吃，Kanako负责说，他说我一直带炸鸡出来，卡桑以为我是不是在外面收养的流浪狗。我看senpai倒是挺喜欢被你投喂的。接着Kanako说起了白天撞见的女生，原来高中的时候这个人一开始是Kanako的好朋友，结果忽然有一天就开始不理睬他，后来还甚至霸凌他，导致Kanako一度厌学。他甚至好奇为什么这样的人以前可以做出这样的事，但今天却能若无其事的和我打招呼。senpai果然高冷的说，要杀了他吗？心地善良的Kanako还是拒绝了。senpai收起了饭盒，Kanako以为他要走，起身追了上去。お前はここに残れ。この仕事もやめろ。嫌です。俺とお前は違う。お前が死んだら、あの唐揚げ食う奴がいなくなる。ジェフは調べとく。なんでそんな嫌なことだけ。这一刻又甜又酥啊！仔细看，能年这里好像有一点点婴儿肥了，真的好可爱呀！回到家，等一下，这个楼梯好咒怨啊！Kanako走进房间，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甜刀的美工刀，看着这把刀，Kanako心里满是痛苦的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厌学痛苦，没有人理解。其实，在他成为杀手之前，他已经在心里把自己杀死了，杀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有了如今的自己。如今坚强的Kanako看着过去的脆弱自己，又拿出了美工刀。大丈夫だから。だから一緒に行こう。此时房间里的阴霾一扫而空，看似一切都轻而易举，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经历父亲早逝、校园霸凌、黑心企业的Kanako是如何从抑郁中走出，成为一个善良乐观、活泼可爱的Kanako。知道了这样的往事以后，再看着Kanako坐在草地上的微笑，真的有一种莫名心疼。此时呢，有个操着一口熟练日语的老外出现了，竟然是杰夫。而小啾也发来了信息，杰夫大丈夫。原来杰夫是来找卡桑的。幻化成分再度响起，Kanako开心地笑了起来。被同学霸凌，被领导压榨，被公司雪藏，被剥夺名次，这些过去仿佛都一笑而过，什么都不能打垮我们的懦强。全剧终当然不是了，senpai一个人在战斗，没子弹了，陷入苦战中，好不容易解决了敌人，但是墙后传来了一个枪声，是敌人的增援吗？当然不是啦，是我们可爱的Kanako。我来给你送柯南的漫画啦！高冷的前辈面无表情，却开开心心地背过了漫画。Kanako像个小尾巴一样跟了上去，结果呢，Kanako又举头。结尾，卡桑真的变成了藤井风，和姐夫开始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哎，这一集真的是又虐又甜又治愈啊！伊人出现了，怎么回事？我们要等下一集了，天哪，又要等7年呐！最后说一段我的过度理解啊，为什么这一集的插曲是幻化成风？卡桑也提到了成为风，风在日语里是kaze，也是 K 开头的，Kanako是 K，Killer 也是 K。其实成为杀手并不是Kanako的本意，他有着做 Killer 的天赋，但他单纯的性格却未必适合做一个 Hidokoroshi。也许senpai和卡桑真正的愿望是希望他自由自在，幻化成风。